佛教讲到这个忍，不只是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对于那些荣耀成功也没有那得意感。不但是坏的能够安住安忍，对于好的也不骄傲，那也是忍的一种功夫。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如何修忍辱。我这个佛教外行人，佛学麻瓜，一听到这个词修行忍辱，就感觉好像是我要不能反抗，然后接受人家的辱骂，然后好像这样子才算是有修行有德这样。对，就是我一般人的见解可能是这样啦，就感觉好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感觉。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问题就来请教林老师说，佛教所谓的修忍辱到底是怎么修，这样是不是跟我刚才讲那个差不多？忍辱是我们讲过的这个六度里面的一度了。要做菩萨一定要修这六种学分这六种学分我们在过去讲很多，我们这里不讲对那么就是呢，忍辱是里面的一度，所以如果你忍辱没有及格的话那么你也就做不成菩萨。那么做不成菩萨也就不能做佛了，不能成佛了，就是这样子。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听到阿若讲这个呢，有点好玩就是说呢，忍辱好像呢谈到忍辱好像平白的头上就被人家敲了3记，那么身上就呢挨了几拳。对，然后我要笑着谢谢他这样。这一点呢，我先在开始的时候先谈我们这忍辱的翻译忍辱的翻译其实有些版本呢它没有加上那个辱字因为那个忍，那么把它翻译成为忍辱的话，就会那个好像范围比较狭隘一点点，就会有刚刚你所提到那种误会或者就好像说哇，忍辱那不就是挨揍吗？对啊，挨骂吗？我要谢谢他给我这个修行的机会。对，其实佛教的这个忍它的本来原来那个忍字的意思呢有多层次的。这个忍呢，它呢，我现在简单讲，我不会按照那个佛典里面引经据典去讲。忍呢，它有安忍，安忍就安住在某一个境界上不动。比如说你的心安住在某一个地方不动。举个例子来讲呢，现在呢有人骂你，那么你能够安住在那个境界里面，就是不受他影响吗？对，不受他的影响。那这里面佛家呢很重要一个观念，你为什么你能够安住在那个境界不动呢？跟智慧有关忍跟智慧有关。你了解了人家为什么要骂你，了解了人家为什么要欺负你，人家为什么要霸凌你，对不对？你去了解他的前因后果，然后你才晓得忍，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忍，我为什么要忍，透过智慧的关照去解析去了解。本来很难的，本来是好像在受到人家欺负的这种所谓的忍辱，到最后呢跟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你了解了以后，像本来是呢乌云布满了天空现在呢透过你的智慧的风这么一吹，那么呢云消雾散，对不对？又恢复到原来的青天那青天呢也没有损一角，也没有缺一块。所以呢讲到忍辱，我们就要先了解到忍，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我讲一句比较夸张的话，快快乐乐的来忍而不是哭哭啼啼的气愤难平的这样来忍，这样会吐血的呀。佛教不会去做不会教我们去做这种傻事。是，老师刚才有提到人有不同的层次嘛，有讲到3忍，那老师可以解释一下吗？ OK， 这个佛家一般分的忍呢有很多种分法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谈到你刚刚提到的这3忍第一个叫身忍。
生是学生的那个生呢。生人呢？那么第二种呢叫法忍，就是那个法律的那个法忍。第三种叫做无生法忍，简称叫做无生忍。是。好，那么第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呢，简单说的生忍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在人间呢，那么呢遭受到众生所加给我们的那种呢压迫，那种恶就是呢你难以接受的比如说诽谤你啦、欺负你啦，有没有像这种，就所谓的生忍。人活在这世间上，你在生活中你遇到呢众生呢加诸在你身上的很多很多那些呢让你不能忍受，让你不高兴的这样子的，你把它忍受下来，这叫生忍。法忍呢，什么叫法呢？天地万物有形无形的都叫做法。我们不常讲说一切法吗？有没有有为法吗？以前常讲到。那么这个法忍就是说呢，人活在天地间，对于呢这种有形无形的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所加在人身上的苦，举个例子，夏天热得要死，这也是法，天地万物加在你的温度的变化，那么冷得要命，像今天稍微冷了一点，那这种呢忍受了寒暑，这也是忍。另外你看看天地万事万物，譬如说花呢不常开，它呢会谢掉，对不对？像这种呢美好的事物不能够持久，亲人要别离，像这种东西加诸在人身上的痛苦，你把它忍受下来了，或是生病那种。对，像董事长，他呢今天董事长，明天变成公有，对，你本来是很大的一个企业，明天破产了，这种呢兴衰荣枯，像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属于在这种法忍里面。第三个无生忍才是我们所讲的，我刚刚讲到忍跟智慧有关，第三个无生忍才是真正的佛教要我们忍的。怎么讲呢？无生是什么意思？无生忍又叫做无生法忍，所以刚法已经讲过了，有形无形的具体抽象的万事万物都叫做法。那么你去观察那个法，心经里面讲一句话还记得吗？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宇宙间的所有有形无形的万事万物都是没有实体的，都是没有实体的。那你这样想想看，什么叫没有实体？我们现在大家常常都耳熟能详的缘生缘灭啦，天地万法都是缘起的，那就是呢变化的现象，现象变化没有实体，所有呈现在我们人眼前的所有这些呢都是现象的变化，它没有实体。好，那这样我们就了解了，有没有真正的生灭呢？没有，因为只是因缘的改变，水可以变成清凉，没有水了，那变成水蒸气，对不对？然后又变成雨，你看起来它有生灭，其实它没有生灭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原子量呢，它都没有改变。我们以前也提过这些东西，了解了这些，知道万法的生灭只是现象的变化，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被这些现象所欺骗了。譬如说呢，一块泥土可以呢能捏成这个佛，可以捏成耶稣，也可以捏成老母娘，对不对？那么呢，你把这些佛像呢，你捏好的，把它弄一弄呢，它就变成泥土。你不能讲到佛像灭了，佛像哪有灭？那块泥土没有灭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里，就是了解到万法一切法的无生无灭，就叫无生法。那么呢，忍，这时候你就不会悲伤，你就不会有失落感，当然你也没有欢喜感。那不就没有情绪了？佛教讲到这个忍，不只是那些恨逆的不如意的事情安住不动，对于那些荣耀成功成就也没有那种你刚刚讲的得意感。因为一得意的话就会坏事，对不对？不但是坏的能够安住安忍，
对于好的也不骄傲，对不对？也不会昏了头，那也是忍的一种功夫。好，回到这三忍来了，生忍、法忍跟无生法忍。我们世间的人常常在生忍跟法忍之间呢受煎熬，不知道把它要提升到无生法忍来看。刚刚讲的生忍跟法忍，他们都无生的，无生就是没有真正生灭，因为他们都是缘起缘灭的。了解到这样的话，就能够安住不动了。因为万法都是无生的，所以叫无生法。无生法，你就不会像荧幕上里面的起起落落，这个给他杀了一刀，那只是表演，对不对？那是荧幕上的影像，你就不会把它当作真。如果你把它当作真，有的人看电影要看的呢吓得呢全身冒汗，有的人呢看那个电影看的呢泪流了满面，因为他把那些影像当真了。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把这些一切有为法，这些呢缘生缘灭的万法，都把它执着以为真实，那只有呢苦不了，苦不了，苦不了，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了。因为什么？因为缺乏智慧啊，不晓得这些呢如梦幻泡影的东西，不能够把它当作真，不能够把它执着，不能够执着不放。好，那无生法忍对这个荣辱都没有感觉，那这样的话不就没有情绪了吗？当你了解了天地万物的时候，他们都如梦幻泡影的时候，你干嘛真正呢？为了这个事情这么 keep put， 对不对？为了这个事情呢，你这边的泪流满面，你这边的哀伤，那么呢，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呢，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真正的觉悟，所以我们常讲佛法的教育在觉，所有佛陀学佛的目的在觉悟，因为一觉悟就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了，所有在梦中所承担的一切苦难、一切灾殃，全部都是怎么样虚幻不实的。那个时候也不要多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你当下就是轻松自在快乐了，这个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来形容。佛家称它叫做解脱，又称它叫做涅槃。那么这些呢，如人饮水，只有大家亲自来喝一口。可是我觉得感觉现在的众生应该都还比较停留在生忍的阶段而已吧。OK， 就是大家都停留在就是比如说同事怎么欺负我这样，我们就那个生忍拿来讲一下。这样说了，他欺负我是气难平，是气不过。可是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是真正一个佛教徒，你是学佛人，佛教讲因果，因果一定要通三世。为什么要通三世？这样子才合理呀。也就是说，你只看到了这一世，这一世一定有前一世的因，才有这一世的果嘛。你这一世看到他来欺负你，把你欺负的这么惨，可是有一天你学佛，我们以前讲过神通，对不对？如果你有宿命通的话，你能够了解过去的无穷世代的话，你一看的话，你就会心平气和。为什么？你过去是怎么样去糟蹋人家的？你过去是怎么样去欺负人家的？如果你有那样，你学佛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有智慧的去关照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当下就放下了。哎呀，反而还会来跟你讲 ，sorry， 对不起，以前呢，我真的是太过分了。这里当下两个人就呢握手言和啦。是这样吗？那好讲，这是前世，未来。如果你这次想要报复，报复常常要比他加给你的还要再送还，还要加上利息啦。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以后的话，你想想看，你现在报复，那么因果报应，这一世的因又造成未来的果，是不是？那你这叫冤冤相报了。我们常讲说冤仇宜解不宜解，应该把它解决掉了，不应该再去呢那个结梁子，对不对？所以呢，了解到佛教的这所谓的三世的因果，我们对于生忍也就比较好过。对于众生所加诸在我们的恶，加诸给我们的那些呢
痛苦我们比较能够忍受的。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呢，我还没有学佛学的这么样精进，这样有心得以前呢，我真正的想要拿刀去杀他们全家了。有这么恨吗？真的，以前这有什么恨？有人为了这样的关系拿起那个机关枪去扫射的。有那个恨不得了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我们今天学佛啦，晓得因果的恐怖，晓得呢因果丝毫不爽，不会差错的。那我们就会要警惕，那晓得它都是自己做的。我们过去讲到的苦集灭道有没有？讲到所有的苦是自己召集来的苦集，对不对？所以那这样就会比较心平气和啦。那么想要把它灭掉，那就行道。道就是呢，要修我们今天所讲的忍辱波罗蜜。这忍辱波罗蜜你一定要学，因为你不学你就当不成菩萨了。有一个杀人放火的菩萨吗？有一个呢那种呢人家稍微对不住你，你就要报复的这样的菩萨吗？菩萨是慈悲的，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了解。这里我要举一个小例子，郭刚老师有一个学生，那么他失恋了，他自己呢想不开，自杀了好几次。他一个男学生，因为被他女朋友抛弃了，他就痛苦，他自杀3次。哇哦！最后他妈呢只好叫我去给他劝导。那我去的时候呢，他呢还不理我，他说林老师你学佛。你一定呢下不了手的，下不了手什么意思？他不理我，知道我下不。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下不了手？我是来帮助你下手的。你说帮他，我就跟他讲去的吗？对，我就帮助你来下手的。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真的，我说真的，我绝对不会干你的。结果我就问他，我说这样子，先去买刀。他说他还买什么？我说那个不够了。他说买那种的杀猪的刀要让他一刀毙命。我说不行，不能让他那么样的便宜，那样好死，那不行。他说那买什么刀？我说买那个美工刀。美工刀不坐牢做的吗？他就觉得有点好奇，他说买美工刀那怎么去杀他？我说你不敢杀呢，我来，我先把他的鼻子给他割掉，然后呢我在他耳朵那边给他呢割一割，最后我把那个嘴唇弄个花个五花八门，类似像这种。我这个学生也学佛的，非常虔诚。他只是因为呢，失恋了，昏了头了，所以我就故意问他，我说我们这个学佛人等一下我要帮你去杀他。那我们这个学佛人第一刀应该是画在脖子上，还是画在嘴唇，还是画在这个鼻子？应该第一刀动在哪里比较好呢？OK。讲到这里，我的学生知道。好，老师，我已经知道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了，菩萨没有在杀人的，菩萨没有在杀人的呢。我问他说，菩萨是动哪一刀？因为我这学生很有善根的，他只是失恋了，他痛苦，他自杀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弄这样子的话，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想开了，结果他现在结婚生子，4个小孩的爸爸。这一点我很得意啊！我真的忍住，只要想开，乌云散尽，就是呢晴空万里。所以忍住并没有阿若刚刚讲的那么样的痛苦，没有了解因果，懂得分析，对不对？找对人来分解给你听。那老师你觉得要如何区分忍辱跟懦弱？就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忍辱是就是比较不用正面面对问题的感觉嘛。这个忍辱我们常想的对于当下的某些特定的事情，譬如说胯下之辱，韩信的我们知道了在那当下你遇到了，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就马上把你宰了，或者我就把你呢怎么样了。你看韩信他忍了那当时的这样的辱，结果他后来呢只是拜为大将军了，对不对？那以前欺负他的人呢吓得呢发抖。那真正有智慧的人，还像韩信，他都会最后说：“我不会报仇的，小人才会报仇了，我不会报仇的。谢谢你那时候给我的激励，给我的鼓励，给我那样的一个警惕。”好哦。那么我这样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有法律的保障，对方给我们的不合理的、故意的，我们有法律做我们的保障呀，有很多那个免费的那个法律顾问。再一查就可以查到了。对于那些呢惯犯呢，或是故意的，对，那些故意的，我没有叫你去打官司，我没有。我说像佛教里面它有戒律，你可以跟比如说我是出家的师父，我可以跟我师父呢告状，说呢应该怎么样。那佛教有戒律来处理这些事情，国家有王法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么至于不必动用到王法，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因为偶尔看不顺眼，偶尔的有点的过不去，对不对？这种事情其实随着时间，像我在以前提到的，我朋友那么跟我呢有点的怎么样？可是讲开了就没事了。那么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人的智慧，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呢强忍在心中。你可以通过智慧的分析，刚刚讲过的，那你也不一定说呢，所有的小仇小恨，我一定要报仇，这样我才能够出一口气。那你干脆不要学佛了吗？你这去学什么？你别的宗教不是叫你吗？说以牙还牙吗？你就去学他们就好了嘛。佛教的认为说呢，退一步呢，海阔天空。这句话很好的，退一步，真正的海阔天空。好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当下的状况，看你智慧如何分析现在的状况要怎么。佛教有忍，里面有安忍，有安住的意思在。有些人还把它翻译成类似像那个智慧忍，类似像这样的安忍安住，不就是智慧的一种呢？在某些境界上不动心吗？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现在突然间想到了苏东坡跟他师父呢，就有一个有名的公案呢。苏东坡呢，他呢佛学的造诣也不错啦，他就是跟他师父佛印禅师，佛印章那个印，我呢最近呢功力大增，已经几乎到达了，就是到达了。简单说了，八风吹不动。八风是把人生的8种境界的，把它比喻成为风啊，什么呢？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称着称赞呢，讥着人家讥笑你啦，那么呢毁着毁谤啦，誉就是荣誉荣耀啦，夸奖啦，那么呢利就是呢事情呢进行得很顺利成功啦，衰就是衰微衰落啦，失败啦，苦痛苦啦，乐就是快乐。称讥毁誉利衰苦乐这8种境界，他说我几乎呢都不动心了。结果他佛印禅师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我听你底下在放臭屁，我听你放屁。哎呦，这个学佛人讲话，我听你讲这些话等于在放屁一样了。结果呢苏东坡好气说，师父你怎么那样不慈悲，你应该要鼓励我说要我修行好，对不对？我功力很好才对啊。所以呢苏东坡就很气了，我不要拜你这个师父了。结果佛印禅师才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叫一屁打过江？因为苏东坡呢听到他师父对他的批评是这样赶快从他住的地方啊渡过长江呢，到那个镇江市去找那个佛印禅师理论。那个佛印禅师当时是镇江市的住持的，那么苏东坡从这个江的这一岸雇船呢，赶快冲到那边去跟他抗议，所以叫做八风吹不动了，一屁打过江了。类似像这种，这算是一个好玩的历史，挺有趣。对，被激一下，然后就直接找人上门理论。所以可见，忍住不是嘴巴说说就算了，必须要有智慧，也必须要有修持，
才能够安住，才能够安忍而不动。没错。其实在《金刚经》里面呢，讲的很多。他甚至举一个例子，说那个忍辱仙人，那么大家都有忍辱仙人，当时如果他有一个我正在受你欺负，我正在忍住，这样的忍辱仙人还能够活下去吗？那呢，如果他里面还有一个来欺负我的那个歌利王，那个歌利王叫恶王啊，翻译成中文叫恶王，很残暴的王啊。他呢来割他了因为这个忍辱仙人他修忍辱，是，结果呢，歌利王带着他有几个那嫔妃啊，就刚好散步经过那，看到他在那边呢打坐，他说：“那些嫔妃们，大家看到他法相庄严，都来跟他礼拜，给他献花那么呢，这个歌利王就有点不高兴了，对不对？我的这么漂亮的妃子都跑去你那里。”对不对？他们会不会移情别恋？对不对？所以他就过去他说：“哎呀，你这行者你在修什么的？我在修忍辱。”他说：“忍辱，修你的屁！修忍辱。” OK， 所以怎么样？他就拿起那个刀，你们给他划了一刀你还修忍辱吗？他说：“我修忍辱。”真的瞪又给他划2刀，还修忍辱他说：“修，气不气我？不气。”就到第3次又给他噔到最后一火大，把他杀的呢血肉模糊。那么呢，这个歌利王就问他：“你还修吗？”他说：“我修。”你还气我吗？不气。那当时他快要断气了，这个仙人呢，他就当场的发了一个誓愿，他说：“谢谢你成就了我的忍辱行，因为我修到这里，我知道我修成功了。我将来成佛，第一个要度的就是你。” OK， 还发这种愿。我小时候爱哭，看到这个故事都流泪。我觉得哎呀好，可是我做不到。我觉得一般人真的很难。对，真的，因为做到就修成功了。做到我以前呢还这样子，人家欺负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吹牛一下，功力还没有现在这么深的时候，人家欺负我的话，我发的愿力现在想起来可笑极了。就说呢，好，我师父我妈都叫我要修忍辱，我忍辱，可是你们小心了，等我忍辱修成功了，你们就该死了。这个心态真的，我现在修忍辱，等到有一天我有能力了，对不对？我真正的修成功了，我就要报仇了。这什么忍辱可是不要笑OK， 所有金庸的小说，我不是以前也讲过，金庸的小说里面那些人呢，受人家欺负，然后去练武功的人，都到最后都是跟人家讲满门抄斩都是呢血洗人家全家的。那样的那种忍辱不是佛教要的，那没有智慧，没有无生法忍的觉悟。好，这段是补录的，刚好有一些对于忍辱相关的疑问。佛教会有3世，要看3世嘛，然后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说，你前世做的业障，然后你这世来有点像还债的感觉。可是那如果是那种原生家庭的磨难呢？我说的那种原生家庭的磨难比较像是，比如说你生长在一个没有那种健全的家庭，然后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很友善，暴力或是一些精神上的折磨，这种状况呢？是，我想呢，这个我们这集谈到这个忍辱了佛教是不赞成那种呢所谓的没有理由的硬是忍下来的，因为这样下来的话，可能会有精神的方面的疾病。因为他忍不过了，他气炸了，气爆了。我们想想看，释迦佛这么慈悲的人，他所提出来这些理论，他提出来这些呢教理，在当时的印度呢，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为什么？因为印度它四种种姓嘛，他主张那个众生平等，那不就是跟那个婆罗门跟那种刹帝利，就是贵族的统治阶级来宣战吗？他鼓励那些奴隶阶级，还有那些平民起来争取自由的自己的人权，还要跟所有的所谓的当时印度的这些人民呢，大家呢平等。所以呢，我们在这集讲的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气不过了，用了很多的佛教的道理，
也没有办法平息你内心的那种呢煎熬或是那种愤怒，所以呢我们才讲说呢，那你不妨就呢借用一般说的三世因果。其实佛教呢，真正在原始佛教呢是不谈这个三世因果的，因为佛教讲的这种忍辱，所谓的呢三轮体空，如果你能真正的做到了，譬如说我们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呢，就是没有一个我可以被你侮辱嘛，对不对？也没有一个你可以来侮辱我，是不是？也没有你拿什么东西来侮辱我的那种呢题材。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真正了解佛法的人，他就用不到了所谓什么三世因果这些东西了。至于你刚刚讲家暴这些东西呢，佛教一定毫不犹豫的说呢，你一定要站出来，你一定要说出来，对不对？因为这是不合情理法的，佛教的教理绝对不会去违反社会的这种情理法。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大家的错误的一种呢可以误解啦，可以这样讲。了解。那会不会如果用三轮体空说没有存在这个伤害你的人，然后有没有存在这个伤害你的问题，这样会不会很像逃避问题啊？ OK， 如果三轮体空这种理论你贯彻它了以后，你还没有办法去平息你内心的那种芥蒂，或是你内心的那种阴影，那你就呢应该要站出来。社会上还是很多有法律嘛，有很多我们现在的社会这种的救济的团体，他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来替你呢来争取你应有的权利来平息你内心的那种呢不公不义的那种呢妄谈。所以是这个佛法如果没办法说服你的话，就是用社会的力量。我们不敢讲说佛法不能说服你，就是你修行不够，我没有这样讲。是说呢，如果你借助于佛法这个管道，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呢非常的平和去接受它，那么呢你也可以采取世间上的那种救济的方法，譬如说诉之于法律啦，或是诉之于舆论啦，对不对？那这种呢人为的救济，佛教其实也并不反对。了解。那我这边补充一下，我突然想到，一般呢我们常听到有些老修行者常讲说，宁愿死也不愿意去呢上公堂。我认为这句话呢是不是很公允啊，也不是呢很正确的。你要看情形。不是什么事都忍气吞声。因为佛法呢就是一种公正公平之法。因为因果了，以因果来讲，就是呢不看颜面的，不讲关系的，它是本来就是天地间自然的法则，它必然是合乎人情人性，它必然是公平的。OK， 好了，好OK， 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聊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去问问你的师父吧，还有问问你的学佛的朋友吧，有问题就要问，佛教不怕人家问，佛也不会生气的。比如说生活遇到些困难的话，其实是可以找亲近的师父聊聊的。对对，本来就应该，还有你自己的同参道友啊。也是啦。我们学佛要有很多的善知识啊，我们改天再来录一集善知识的同参道友，能够帮助我们学友的这些学佛的这些好朋友。也是。对，那就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忍辱成功，忍辱的非常的轻松快乐，不要太气氛不够的昏倒了，气急不要这样子。对对啊，那希望大家就是也能生活的顺顺利利的。我们佛是智慧者了，他不会叫你硬要去忍的，他要叫你快乐的来忍辱，快乐来修行，这是我们所标榜的快乐来学佛。好，那我们这集如何修忍辱的主题就录到这里。OK， 好，谢谢，祝福大家，感谢林老师，大家。好，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大家一起来参禅，大家一起来
下自己的起心动念，生别处，为这千千万发的聚散有无刹那间，是无常往后清晰，为眼彻渐渐明了，是无常往后清晰，为眼彻渐渐明了，禅中去，回口难说，禅中风，谎言难语，禅中去，回口难说，禅中风，谎言难语，是无常往后清晰，为眼彻渐渐明了，是无常往后清晰，为眼彻渐渐明了，禅中去，回口难说，禅中风，谎言难语，禅中去，回口难说，禅中风，谎言难语。在家园，如人饮水，自知冷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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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参禅，身心放下好舒坦。大家来参禅，身心自在真气。